2020的开篇，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席卷了我们的生活。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在武汉市已经得到全面的缓解，全省医疗物资是很紧缺的。部分病例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接触史。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它是肯定的有人传人。湖北井喷市爆发的疫情，让正在一线抗疫的医院医疗物资瞬间告急。2天后，一批由民间义捐小组购买的18000枚 N95 口罩从日本飞抵武汉，直接送到了一线医务人员的手中。我们跟着线索追到日本，尝试记录民间力量是如何将口罩快速送达前线的。すみません。今はマスクはもうないよね。見て、注文もできな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位是王女士，在日生活16年，14个孩子的妈妈，平时也兼职做代购。她最近代购的产品是以前很少有人下单的口罩。1月23号，武汉封城当天，王女士所在的一个代购群发起了义捐活动。发起义捐的群主辛迪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平时他经常在中国和日本两边来回，这一次在疫情发生前回到了老家武汉。我是1月20号回到家里，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因为一直待在家里，在看到每天的新闻出来，我当时就想了，就是说，能不能去捐些物资给到这个第一线的医院，因为当时发现他们是物资非常缺，很快的话，我们群二维码的话就加满了，所以说大家迅速的就开始了就捐资的一个行动。活动发起当天，义捐小组的成员到药妆店自费进行采购。有些人在当天就将买到的口罩通过 EMS 或者顺丰零散的寄往武汉，捐给医院。刚开始1-2天会出去扫货，还能买到几个，比如说他一个店限你1个2个，一天可能会去到10到15家吧，甚至一个都没买到。然后现在出去几乎可能就空架了。线下门店开始缺货，与此同时，武汉的医院也给来了反馈。由于医护人员长时间暴露在高感染风险的环境中，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物资需要达到专业的医用规格标准。因此，市面上的口罩很多并不适用于前线医院。为了统一标准，小组将零散的个人行动转变为集资团购合规的医疗物资。第一阶段的这个捐资的行动当中的话呢，他们并没有购买物资的渠道，特别是医用物资的渠道，就是大家跑到乡下呀，各种药妆店啊都去看，然后都发现不符合这些医院的要求的这些物资。医疗能不能用？后来大家就说能不能统一来购买，然后他们来捐资。1月24号，义捐活动第2天，改变采购策略后，大家开始分工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小组成员找到日本专门购买医用品的几个网站，他们开始从线上渠道购买物资。这是哈娜，她在小组里主要负责群内资金核对以及帮找货源的工作。一开始我们找医疗物资的时候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那一块，然后完全是看着网上的求助的信息，看着他的医疗的批号，看着那个防护服的型号，然后去网上一个个对完之后，我们再跟医生核对，这是不是一线要用的？是的，我们再下单。对买手来说，这个其实就老本行，因为我们像以前选货的时候，也是选一些口红色号啊、粉笔色号，也是都是找资料，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比较驾轻就熟一些。义捐小组开始集资团购后，选择直接与求助医院对接需求，让采购物资的品类跟型号更精确，最后再以指定捐赠的方式送到医院手中。
这些是我们之前找的一些样品，这个是防护镜，不是通气的话就是医疗符合的，还有这些医用脚套，防水的，防止细菌感染的，这也是医护网上找的，我们自己在找的一些产品。为什么要自己来留下这些东西去看？一定要拆出来看，你得确保这个东西是 OK 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捐赠的东西是不合格的，那会造成很大的那个资源浪费，这个不行。所以我们买到的东西、花到的钱一定要是，确定前线是可以用的。筹集资金，找合适的货源，与医院沟通需求，义捐活动有条不紊地同时进行着。大年30那天就开始关注口罩、医疗产品这一类的，就在医疗网到处找。那天还是比较好找，也能买到些，发货大概3到5天。你那天买了多少？内援大概有300来万的货吧，人民币20多万。就刚开始能买到货的时候，是我先垫的款，然后后来募捐到了款，辛迪那边就陆续的给我付钱。义捐小组集资团购的方式是捐款人先将善款转至辛迪公司的支付宝账号，找到货源后，辛迪再给货主付款下订单。就是大家在捐款当中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担心的，你们这个物啊有没有送到医院，最后会不会被怎么的？所以说捐款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烫手的一件事情。这个群越来越扩大的时候，会有些新人来加入到我们，他可能对你并不熟悉，他把这个钱捐给你的时候，其实是很质疑的，然后就会提出问题，然后我就会提出来做他们的客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这个钱是用在什么地方？有个小程序嘛，叫接龙，你捐了多少钱，总额出来之后，我们买物资买了多少钱，然后物流时发了多少钱，会有个汇总。小组将每一笔进出款项和具体细节进行公示，通过信息透明的处理方式，他们在短短4天时间里就筹集了28万的团购资金。随着抢购潮的开始，口罩库存减少的速度以秒计算，出手慢了就什么都买不到了。义捐小组下单第一批团购物资后，线上的口罩库存也已经被抢空。活动第4天，义捐小组的策略再次升级，从线上网站转向了工厂。我一次只采购80%，留20%给日本人，因为花粉症来了。比较担心武汉啊，他们的很可怜的，无辜的。大概隔了1天吧，就到协和医院了，这速度非常惊人，太开心了。